本来5月的超合金出了萨姐，我还真的是非常感兴趣来着，就想着等一段时间看看大家的评价。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了，萨姐都从1200降到1000以内了，好像我都没有看到谁拍啊，只有油管的老哥有视频。当年大名鼎鼎的银河城大洋马，如今人气如此惨淡了吗？可怜的萨姐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吧？毕竟究极4也是爆死了。行吧，那既然没人拍，那我自己来看看还有多少小伙伴记得萨姆斯阿兰。OK， 那么咱们就一起来开箱。盒子挺大，但是挺薄的，只有1层，东西看起来也不是很多，地台就占了一大半啊。全部拿出来的话，一共也就这么一些：一个本体，一堆手型，一个辅助的镊子，2个支架连接件，一个替换的炮口，以及一组地台和一根支架。这个地台纹理看起来特别像 3D 打印的，不过纹路是从中心往四周扩散的，应该是故意为之的，造型就是传送门的底座了。另外非常意外啊，这次给的支架竟然是包了软胶的蛇骨支架，我买过那么多戴哥的产品，给蛇骨支架还真的是第一次啊！外面竟然还包了一层软胶，这就确实让人很惊喜了。另外这2种支架的连接件，一个直头，一个弯头的，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评啊。同时这一次的连接部位也是做了盖板的，连接上去的话需要把盖板先拔掉，连接件插进去就 OK 了。这个连接也是很密合的，做的非常的紧实，确实是相当的不错。那接着我们拿出本体，该说不说，不愧是超合金啊，这个比例跟高达1:100差不多，但是真的是沉甸甸的呀。OK， 那么我们还是来回到本体，首先得跟大家道个歉啊，这次的打光又稍微有一点过于亮了，不过这次的萨姆斯的漆面真是完全不惧啊，本体的这个伪电镀涂装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平整，发色也是非常的亮丽，亮丽到让我有点怀疑这是万代的出品吗？这里也是拉近细节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拉近镜头能看到啊，不仅仅是金属漆，金属漆的表面还覆盖了一层光油，所以才会那么的平整。不仅如此，这次的萨姐的装甲细节也做得非常之优秀，尤其是露出的关节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。肩甲的部分还有裂甲的细节，以及紫色的能量流动的涂装。说实话，这次的产品力真的让我有一点到底是不是戴哥自己做的。那说回本体啊，这个身形造型还原的是究极4的造型，毕竟这款模型也算是戴哥配合游戏推出的新品，尤其是全身的灯光变成了紫色，算是究极4版本的特征了。之前几乎都是绿色的，同时身形的比例包括肩甲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的。这里用的就是大乱斗里的设定图来做一下对比，仔细看的话很多细节都会有变化，整体比例也更壮实一些，有点像橄榄球运动员。我甚至有点感觉啊，萨姐的女性化特征好像不明显了，直到我仔细看了一下玩具这次的臀部的处理啊，怎么说呢，可以看到还是有明显的曲线的。阿戴这次的本体做的确实很优秀啊，夸第4遍了。但其实真正让我惊艳的可不仅仅是这一次的造型，这一次的可动设计真的是超乎了我对超合金这个系列的理解啊，就即便放在任何合金系列产品里面都算是很顶的。首先来看到这个扎古一样的头盔头，一般是为了提升可动，脖子这里都会增加一段拉伸的关节，把头抬起来就能看到了，而且还能看到做了明显的内构。脖子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虽然幅度不是很大，但依然能做轻微的前伸。低头的幅度比较小啊，大概15度多一点，主要还是面罩和胸口处有干涉，不过抬头的幅度就很不错了，大概能到30度左右。由于脖子的上段留了一段空间，所以左右的摆头也有15度左右的幅度，而转头则是靠着脖子的下段，可以像这样做360度的平转。肩胛这里则是一整块的合金，内部则是埋了一段 Z 字折叠的连接关节，可以做到大幅度的干涉避让。不仅如此啊，这个连接轴的根部是和大臂平抬同关节的，甚至可以做到像这样的上下60度转动。优秀的来了，这个前身的肩部穿帮遮盖，一个非常漂亮的银铁色结构，整个手臂可以做到30度的大幅度蝴蝶肩前伸，向后也能做到15度左右。同时这个关节的根部还有一段上下摆动的范围，增加这段关节，再加上肩胛的优秀避让，侧平台能轻松达到120度的超大幅度，阻尼度也是非常优秀的，玩起来很舒服。大臂根部正常360度垂直大风车没有问题。大臂上段也有平转的关节，不过因为外肩胛的干涉啊，前后只能转90度，当然这也是非常够用了的。接着来看到曲肘，这里虽然用了双段的关节，但因为小臂上段预留的空位不够，最终只能到135度左右，当然这也是很够用了，并且这个裸露的肘关节造型也真的是无可挑剔的。这里再来看一下另一只发炮手，也是和左手做成了一样的曲肘幅度，手腕则是一个单段的关节，幅度不算很大，但也能做到各方向30度。接着再来看到最让我意外的胸腰可动啊，看到这个腰部的弹簧胸甲，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了。首先前襟做了2段的切割，加在一起能做到接近45度的弯腰。转到背后能看到这个超级漂亮的拉伸遮盖细节，虽然还是有一段拉伸造成的缝隙，但这个龙虾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漂亮了，小小瑕疵可以接受。不过胸腰的幅度不大，大概就是10度左右，但因为胸腰造型的曲线，感觉萨姐造型一直是昂首挺胸的。而左右侧摆是依靠腰部的上段，幅度也是非常大的，能达到30度左右。
之后因为是多层嵌套的结构，并且腰下段是三角形的，所以是没有办法360度平转的，左右只能到70度的水平，这个就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如果安排一段球关切割的话，这个腰部就很丑了。这个平转的幅度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足够掰 pose 了。接着来到腿部，原本以为一定会给一个下拉的关节，结果并没有啊，前踢更是几乎毫不费力的就超过了90度，甚至是直接干到了135度以上，这还真是用心设计的关节和造型啊。后踢也是能非常轻松的就能达到60度以上，掰什么 pose 都非常的够用了。然后是侧踢，一般这种大腿侧面有装甲的几乎都是踢不高的，毕竟是有干涉嘛。但这次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戴哥竟然亲自做了一个装甲抬起避让，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75度的丝滑侧抬。是的，虽然没有到90度啊，但愿意做这一段关节就已经是良心大大的有了。更何况把玩的场景也是相当的够用了，所以这个侧踢幅度和关节的设计，我愿意给到一个满分。其实这里还有一点做得很棒，就是这个大腿的根部还做了一个球关，可以做15度左右的圆锥摆幅，提升大腿可动。又因为是球关啊，所以平转当然是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向内和向外都能达到接近90度的转幅。最后来看到屈膝，虽然是双段的关节，但小腿肚没有做弹簧内缩一类的机构，大腿造型也没有预留空间，所以只能达到150度左右，当然依旧是很够用了，并且这个裸露的膝盖造型填充也依然是做得非常漂亮的。最后来看到脚踝啊，首先可以做60度的左右平转。接着整个脚掌能上抬45度，这个脚掌的上方装甲不会影响可动，只不过直接去掰的话关节会有点紧。不过下翻才是令人最诟病的地方，这里几乎是没有给什么角度的。脚尖这里是做了独立关节的，可以这样独立上抬接近75度，然后翻过来看整个脚掌也是做了细节的，并且是一整块的合金横压手。接地也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不是用的转轴加斜插关节，而是做了独立的转轴，这个向内接地达不到90度，但也是60度以上的超大幅度了。不过戴哥把鞋子外侧做高了，向外接地会发生干涉，几乎是没有什么角度的。我不知道整体看下来的话，大家对萨姐的可动如何评价呢？但对于之前玩过超合金其他玩具的小伙伴，我觉得这个可动表现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陌生啊，尤其是那个早已沦为计量单位的超合金风铃高达。说真的，合金产品来说，这个可动匹配这个造型，我说一句究极的可动和究极的造型不过分吧？这毫无疑问就是最高规格的萨姆斯玩具了。当然还没完呢，配件还没介绍呢。因为萨姆斯装甲只留了左手，所以这些都是左手的造型，但却有2种不同幅度的开掌手。一个指向手，一个点赞手，接着是握拳手和用力开掌手，以及能力发动后的紫色特效手，一共7个，做工非常的优秀，涂装也很漂亮，细节刻画的也是一点不漏，真的是太良心了。并且更令我意外的是，这次的替换腕部球关竟然是一个全金属的关节，我虽然不确定是否会有磨损，但摸上去就是安心和可靠的感觉。接着来看到右手也有替换，但不是手型，而是炮口的展开键，这也是还原游戏中攻击发射时的炮口展开的设定。炮口做了防呆的设计，所以不会松动或者是插不对，但这个替换键可不只是造型展开那么简单。打开炮身的侧面盖板，接着拧开螺丝，拔下这个电池舱盖。小卖部里去买一板192的纽扣电池，接着给它们全部都装进去。这个时候再拨动开关，可以看到炮口内先亮起了紫色的灯，而且是非常非常亮的那种。而如果你替换为了展开的炮口，灯光就会变成绿白色，代表着萨姐的蓄力炮机做得非常的用心啊。因为这次光的亮度给的很足，加上预埋的比较深，开灯的时候确实会有那种游戏中炮机蓄力的感觉，并且紫色和绿色的发色也完全不偏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一般来说呢，超合金系列的灯只会给一个，但这次是不一样，这次真不一样，这次是良心大放送。如果你拆开萨姆斯背后的推进器，就能看到这个里面还藏了一个电池舱盖，只不过开关藏在了腰后面，需要弯腰才能看到，并且还有盖板来遮盖，这个设计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干嘛不坐在电池舱的旁边呢？不过这不重要，咱们还是来开灯看一下效果。这次是面罩和胸口在发光，不过因为有2个地方啊，亮度就很一般了。但是别急，如果你仔细看头盔里面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？虽然因为灯不够亮啊，有点难辨认，但眉眼的轮廓应该是能看到的吧？没错，头盔里面给了萨姐的小彩蛋。实物看起来的话会更清晰，甚至因为刻画的有点太真实了，甚至有一点恐怖谷效应了，看得人毛骨悚然的。我是甚至有点不敢跟他对视太久啊。这里我就用 PS 处理了一下，或许大家能看得更清楚。好的，那么配件和机关都不多啊，这一刷了一下就看完了，但我真的觉得啊，每一个都挺让人惊喜的。可以说这次的超合金萨姆斯真的是做到了我心中的极致了，除了脚踝不能向后翻绷直脚背以外，优秀的可动性可以支撑起绝大多数的 pose， 优秀的造型细节和超越万代品控的漆面表现也是让人震撼。
支架给的也好用，配件也诚意十足，灯光里还藏了彩蛋。只可惜认识萨姆斯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别说买了，拍评测的都没有啊，真的是很可惜。想当年拿着 GBA 玩着银河战士通宵达旦，来到任天堂大乱斗上又被各路高手用萨姆斯压边虐菜，如今只能买一买模型来怀旧了。顺便感叹一句，自己已经是二次元的活化石了。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有搞懂，就是萨姐是这样抱着自己变成球的吗？还是说她进入了什么高次元的折叠状态呢？求董哥科普一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以萨姆斯变成球作为结尾吧。本期评测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有空再见喽。